不丹王室最新的全家公务照一放出，直接甜翻了全网王室圈。国王吉格梅带着佩玛王后，领着3个孩子集体亮相新城视察。原本不少人是奔着看佩玛王后的状态去的，结果点开照片第一眼，注意力全被站在 C 位的软萌小姑娘抓走了。她就是国王夫妇唯一的嫡公主索南央真，今年刚满3岁。这小姑娘才3岁，出门的排场直接拉到了顶配。国王老爸全程是抱完又牵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2个哥哥一前一后围着他转，又是帮点香，又是陪看折纸。往日里以清冷著称的雪山美人佩玛王后，视线粘在女儿身上就没挪开过，笑得眉眼都弯成了月牙，跟平时那副高冷疏离的冷面王后模样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好多网友看完都在感叹，佩玛这才是真的赢麻了。21岁风风光光嫁入王室，36岁就凑齐了2儿1女的完美配置。大王子是板上钉钉的龙太子，早早就按王储标准培养。二王子活泼帅气，是王位的稳妥辈分。老三是千娇万宠的小棉袄，把全家的心都攥在了手里。3个孩子傍身，他的后位稳如磐石，未来就是妥妥的王太后。什么宫外的风言风语，什么传闻里的莺莺燕燕，现在连根草都翻不起来。国王明明白白把一家5口的幸福摆到台面上，日子过得热气腾腾。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次全家营业的新鲜画面，好好聊聊不丹王室这一家子的故事。从当年被吹成现实童话的7岁定终身，到中间爆出的感情冰点与婚外传闻，再到小公主出生后整个王室的气场转变，你会发现，这哪里是简单的王室八卦，分明是一场藏在喜马拉雅雪山之下的家庭博弈。而这个才3岁的索南公主，恰恰是盘活整个局面的关键。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次活动的现场，那叫一个细节满满，糖点十足。熟悉不丹王室的朋友都知道，他们出门公务基本都穿传统服饰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一家5口整整齐齐身着不丹传统服装，男的穿叫 Go 的传统长袍，女的穿叫 Kira 的织纹长裙，往那一站就是浓浓的高原王室范儿。国王吉格梅穿了一身藏蓝色的 Go， 肃穆又稳重，手腕上一块江诗丹顿 Patrimony 腕表，低调里藏着贵气。2个小王子选了深灰色的同款传统服饰，一个沉稳，一个灵动，兄弟俩站在一起格外养眼。佩玛王后穿了一身米杏色的 Kira， 颈间搭着卡地亚项链，手上戴着经典的蒂芙尼6爪婚戒，一头乌黑长发顺在肩头，还是那份清冷又高贵的气质。而全场最亮眼的，毫无疑问是3岁的索南小公主。妈妈佩玛专门给她挑了一身丝绸面料的粉色传统女装，软乎乎的粉色衬得小姑娘皮肤白嫩嫩的，热乎乎的脸蛋像个刚蒸好的糯米团子，一双圆鼓鼓的大眼睛乌溜溜的，走到哪儿都是焦点。说真的，这孩子简直是佩玛的迷你翻版，宽额广颐的厚重五官，是标准的蒂姆系美人脸。眉眼轮廓跟妈妈几乎是复制粘贴，只是少了几分清冷，多了几分孩童的娇憨。往那一站，小小的一只，糯叽叽的，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伸手捏捏脸。活动全程，小公主就是妥妥的 C 位担当，全家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。她捧着酥油灯，仰着小脸跟爸妈说话，国王、王后还有2个小哥哥，齐刷刷就低下头望向她，眼神里全是宠溺。他好奇工匠的折纸手艺，妈妈佩玛就蹲在身边耐心给他讲，2个哥哥也凑过来陪着他看，众星捧月似的。就连点酥油灯这种仪式，都是国王老爸亲自抱着他，大哥龙太子在旁边帮忙点香，这架势，说一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真的毫不夸张。到最后拍全场大合影的时候，索南更是直接站在了爸爸妈妈中间的核心位置，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，他就是这个小家庭里的至宝。更有意思的是细节，你能看出来，这孩子是真的被养的大方又灵动，站在看台上也不怯场，一会儿鼓掌，一会儿伸出小手比心比耶，当众撒娇也毫不扭捏，逗得佩玛王后哈哈大笑。那笑是真的从眼底漫出来的，不是应付公务的标准笑容，是当妈妈才有的看着孩子胡闹的温柔笑意。国王就更不用说了，妥妥的女儿奴，走到哪儿把宝贝闺女抱到哪儿，跟女儿说话永远是轻言细语，眼神一直凝在孩子脸上，
慈父味儿都快溢出屏幕了。对比他对着两个儿子时严肃端正的样子，反差简直不要太明显。很多人说，看孩子的状态就知道这个家幸不幸福。你看索南那股子恣意又坦然的劲儿，小手随便摆着，眼神好奇又明亮，浑身上下都是被爱泡大的底气。那是金尊玉贵养出来的嫡公主，是全家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这份底气是装不出来的。看到这儿，肯定有人会说，不就是老来得女吗？王氏疼小女儿不是很正常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索南公主之所以被这么宠，甚至隐隐有盖过龙太子风头的架势，根本不只是因为她年纪小，她的出生本身就带着特殊的意义。她是国王和王后感情破镜重圆的见证，是把这个王氏小家庭重新拧到一起的纽带。我们先把时间往回倒，说说不丹这对国王夫妇的婚姻真相。早年网上把他俩的故事吹成了童话，说吉格梅王子17岁的时候，在一次野餐会上遇见了7岁的佩玛，当场就单膝跪地跟小姑娘说，等你长大了，我便娶你。一晃10几年过去，王子成了国王，女孩亭亭玉立，俩人真的步入了婚姻殿堂，活脱脱现实版的等你长大。但童话听听就好，真扒开来看，这本质就是一场门当户对的贵族联姻。佩玛根本不是什么平民女孩，她出身不丹老牌外戚贵族世家，家族深度绑定王室，她的姑姑就是老国王的王妃之一。说白了，俩人的结合是两个家族的强强联合，爱情是锦上添花，利益才是底层根基。当然了，联姻也能过出好日子。刚结婚那几年，俩人确实甜过。吉格梅在婚礼上当众宣布，自己会以身作则实行一夫一妻制，从此结束不丹王室几代人几位王后并存的时代。他说佩玛是他唯一的妻子，是他所有孩子的母亲。这话在当时分量极重，毕竟他父亲也就是第4世国王，可是同时娶了4位同胞姐妹当王后。婚后俩人的节奏也很稳，2016年生下长子纳姆耶尔，也就是现在的龙太子。大王子出生的时候，不丹全国上下举国欢庆，还专门种了10万多棵树苗纪念，妥妥的王位继承人牌面。2020年二儿子乌金出生，又给王位上了一道双保险。按说两个儿子傍身，佩玛的地位已经稳得不能再稳了，可偏偏就在二王子出生后没多久，王室的气氛开始不对了。外界陆续传出吉格梅国王婚外情的消息，说他在外面金屋藏娇，夫妻俩的感情一度降到冰点。那段时间佩玛出席公务，脸上几乎没什么笑容，浑身都透着一股冷意。冰山王后的称号也就是那会儿传开的。王室婚姻嘛，牵扯的东西太多，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说散就散，但裂痕摆在那儿，俩人的关系总透着一股客气的疏离。转机就出现在2023年，佩玛怀上了3胎，也就是索南公主。这个孩子来得太是时候了，一方面她是国王夫妇结婚10多年来的第一个女儿，是俩人盼了很久的小棉袄；另一方面，孩子的到来给了夫妻俩一个台阶，也给了这段婚姻一个修复的契机。借着怀孕和生女的由头，俩人慢慢找回了相处的节奏，关系逐渐回暖。索南出生之后，这个家的气场真的不一样了。国王往家里跑的时间多了，陪孩子的画面多了，佩玛脸上的笑容也多了。一家5口的同框越来越频繁，那种紧绷的疏离感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实打实的烟火气和幸福感。所以你说，国王和王后能不疼这个女儿吗？她不只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更是俩人感情的粘合剂，是让这个王室小家庭重回正轨的小福星。她的名字索南央真也藏着满满的心意。索南在不丹语里是功德、长寿、幸福吉祥的意思，央真翻译过来就是珍贵的宝石。在父母心里，她就是家里最珍贵的宝贝。借着小公主的热度，很多人又把佩玛王后扒了一遍，越扒越觉得这女人是真的不简单。她能走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美貌，而是清醒和稳。先说说大家最直观能感受到的颜值。今年佩玛刚过完36岁生日，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，可状态愣是没怎么变。一头瀑布似的乌黑长发，精致的眉眼，高贵里带着点清冷的劲儿，往那一站就是标准的雪域高原美人，氛围感直接拉满。
前段时间，他跟国际超模米兰达·可儿同框，直接引发了热议。米兰达·可儿是什么人？出了名的小脸精致，镜头里360度无死角，可佩玛站在他旁边，愣是一点没输，甚至更耐看。他的大气感和东方古典韵味，跟可儿的西式明艳站在一起，平分秋色，甚至气场更稳。脸部线条柔和舒展，完全看不出是生过3个孩子的状态。说一句冻龄真的不夸张。但比起颜值，更值得说的是他的脑子。很多人看他平时话不多，冷冷淡淡的，就觉得她是个花瓶王后。错了，他心里比谁都有数。出身贵族世家，他从一开始就清楚王室婚姻的规则，爱情是奢侈品，地位和子嗣才是硬通货。所以他结婚后，一步一步走得特别稳。先生长子稳王储之位，再生次子做辈分，2个儿子把他的基本盘焊得死死的。中间感情出问题的时候，他没哭没闹，也没跳出来撕谁，就安安稳稳做自己的王后，打理好后宫，教养好孩子。他不争不抢，可该属于他的东西，谁也拿不走，因为他背后有家族支撑，膝下有2个王子，身份是名正言顺的王后，只要他不犯错，谁也动摇不了他。等到小公主出生，儿女双全了，他直接在35岁宣布风度，不再生育了。这个决定也是不丹历代王后里最早的。你品品这背后的清醒，生孩子是为了巩固地位，现在地位稳了，孩子够了，就没必要再折腾自己的身体。而且他很清楚，多生不如养好，与其再拼4胎分散精力，不如把3个孩子好好培养长大，把家庭经营好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养孩子的双标，对2个儿子，他走的是节俭培养路线，小哥俩平时吃穿用度都是普通中产品牌，不搞特殊化。尤其是大儿子作为王储，更是从小就按继承人标准严格要求。可对女儿索南，他是实打实的娇宠，一点都不掩饰。索南1岁生日，他专门从中国顶级刺绣坊定制生日袍子。2岁跟着父母出访越南，给女儿置办的衣服全是法国高奢童装，一件碎花裙就值$2000，这待遇2个哥哥从来都没有过。平时更是亲自带在身边养着。社交平台上晒的最多的就是女儿的日常，奔跑的、大笑的、发呆的，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，满满的都是母爱。有人说他重女轻男，其实根本不是，这是他的智慧。儿子是要扛责任的，尤其是王储，必须从小吃苦立规矩，不能娇养。可女儿不一样，公主不用承担太多公务，不用扛国家的担子，就该开开心心长大，被全家人宠着。而且她心里也明白，女儿越受宠，国王对这个家的牵绊就越深。一个软乎乎的小女儿，比2个严肃的儿子更能融化男人的心，更能留住家庭的温度。现在再看她，36岁的年纪，丈夫是国王，3个孩子健康懂事，自己容颜未老，地位尊崇，不用再为子嗣发愁，不用再为感情内耗，整个人的状态都松弛下来了。那种由内而外的幸福感，是再多珠宝华服都堆不出来的。当年说她是冷面王后的人，现在回头看才发现，人家才是真正的大女主，不吵不闹，不争不抢，步步为营，稳稳当当就把人生赢家的剧本攥在了手里。说完了王后和公主，咱们再说说2个小王子。这俩孩子虽然一母同胞，人生轨迹却完全不一样，也恰恰对应了王室里最经典的2种角色。大儿子纳姆耶尔，也就是龙太子，今年9岁，已经出具王储风范了。不丹王室有个传统，国王上岗早，退位也早。当年吉格梅继位的时候，老国王才50多岁，身体硬朗着呢，说退就退了，安安心心当太上皇，陪着4位太后享清福。所以吉格梅也早早开始培养继承人，龙太子刚懂事就被带在身边，耳濡目染，学习为王之道。现在9岁的他，已经能站在父亲身边旁听政务了。出席公务的时候，永远站得笔直，表情沉稳，小小年纪就有了庄重感。他的眼睛不像爸爸那么大，可笑起来特别真实。明明还是个孩子，却已经隐约有了肩扛责任的气场。没办法，生在王储的位置上，就没有任性的资格。他从出生那一刻起，
人生就已经被规划好了，未来要接下国王的担子，要守护整个不丹。所以他的童年里，除了玩耍，更多的是学习和历练。而二王子乌金就幸运多了，他是王位的辈分，却不用扛最大的压力，日子过得自在又快乐。平时公务场合，他更多是陪在妈妈和妹妹身边，活泼调皮，性格开朗。妈妈要照顾妹妹的时候，他就乖乖跟着哥哥，在大哥面前特别听话。龙太子也很有兄长的样子，主动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，兄弟俩关系特别好，完全没有影视剧里那种手足相残的戏码，满满的兄友弟恭。这次活动里也能看出来，妹妹想看东西，哥哥就凑过去陪她；妹妹要参加仪式，哥哥就在旁边搭把手。未来等龙太子继位，乌金就是他最得力的帮手，是王室最稳的后盾。一个主外扛国事，一个主内护家人，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。而且你能感觉到，两个哥哥一点都不嫉妒妹妹抢了风头，反而跟着爸妈一起宠她。毕竟是家里唯一的小妹妹，软乎乎的一团，谁能不喜欢呢？其实这样的家庭结构真的很完美，长子继承大统，次子辅佐帮衬，小女儿承欢膝下，给严肃的王室添上一抹温柔的色彩。三个孩子互相扶持，血脉相连，未来就是配马最硬的底气。聊到这儿，肯定有人会问，不丹王室为什么最近总让小公主出镜，甚至让她隐隐盖过了龙太子的风头？难道不怕影响王储的地位吗？这你就想浅了，让索南公主多露面，根本不是单纯的晒娃，而是不丹王室一步很高明的棋。首先，咱们得承认，在现在的社交媒体时代，软萌可爱的孩子就是比严肃的王室成员更容易圈粉。一个3岁的粉雕玉琢小公主，穿着传统裙子撒娇卖萌，传播力比10场官方公务都强。她的形象符合社交媒体的传播特点，自带亲和力，能快速拉近王室和普通民众的距离。其次，这也是不丹王室塑造现代化形象的一步。过去大家对不丹王室的印象就是传统、保守、男权，继承人永远是男性优先。可现在他们主动把小公主推到 C 位，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：不丹王室不拘泥于只展示男性成员，女性成员同样很重要，同样是王室的脸面。这种改变很微妙，也很讨喜，既没动王储继承的根本，又展现了王室开明、现代化的一面，能在国际上刷一波好感。毕竟现在全球王室都在往亲民、平等的方向走，不丹也不能落后。还有一点，索南公主出生的时候，不丹王室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国际形象，在全球王室观察圈里积累了大量粉丝。当年龙太子出生的时候，王室还没这么高的曝光度，自然关注度不如现在，赶上了社交媒体的红利期，又是家里唯一的小公主，索南想不火都难。当然了，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国王夫妇是真的疼这个女儿，公务上的考量是一方面，父母对孩子的偏爱是藏不住的。你看国王看女儿的眼神，看儿子的时候是审视和期待，看女儿的时候全是温柔和宠溺，这种本能的情感是演不出来的。而且不丹王室一直走的就是亲民路线，之前吉格梅还带着全家下地劳动，一起参与新城建设，一点国王架子都没有。这次带着全家出来视察，展示和乐融融的家庭形象，本质也是在赢民心。老百姓就爱看这个，国王不是高高在上的符号，而是有妻子有孩子的普通人，一家人幸福美满，接地气，有温度，大家自然就拥护。比起讲一堆宏大的政策，一张温馨的全家福，更能让普通人产生好感和认同。聊到最后，咱们再回头看佩玛王后的人生。很多人说她命好，嫁得好，生得好，是天生的人生赢家。可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好运，不过是她一步一步经营出来的结果。她出身贵族，却没有骄纵之气；嫁入王室，也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。她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懂得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。该生子稳固地位的时候就生子，该经营家庭的时候就经营家庭，该展现王后风范的时候就气场全开。她和国王的婚姻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瑕，有过甜蜜，有过裂痕，
有过风雨，最后因为孩子，因为责任，也因为彼此的妥协，重新回到了正轨。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童话，王室婚姻也好，普通婚姻也罢，都少不了磨合和经营。重要的不是从来没有矛盾，而是两个人最终都选择了回归家庭，选择了一起把日子过好。现在的不丹王室，45岁的国王帅气稳重，亲民有担当；36岁的王后优雅从容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；9岁的龙太子日渐沉稳，扛起未来的责任；二王子活泼开朗，是家里的开心果；3岁的小公主娇憨可爱，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。一家5口，整整齐齐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没有狗血的宫斗，没有激烈的争权，安安稳稳守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这片土地，过着自己的日子。索南小公主在满满的爱里长大，她拥有的不只是华丽的公主裙和尊贵的身份，更是父母的疼爱、哥哥的守护、整个家族的陪伴，这才是最珍贵的财富。很多人羡慕她是投胎天花板，一出生就站在了终点，可其实更值得羡慕的是她能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。毕竟王室的身份是天生的，可家人的爱才是一辈子的底气。也希望以后不丹王室能多出来营业，多放点小公主的日常。毕竟谁不喜欢看软乎乎的漂亮小朋友，看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幸福画面呢？